阿成跟阿和两人齐头并进，阿和捡了一小块捏在手里细看。阿成，你说我哥要这玩意干啥？确实挺好看的。阿浩哥肯定有用。这不废话，我就说要这些干啥？阿成闭嘴，问我问谁去？没一会，罗化玉也满了一筐。林浩叼着烟上前，跟柱子将筐子运到船上。很神奇，这个岛就像是罗化玉和珊瑚玉堆积起来的一样。反正在林浩看来，全部扫一遍至少得一天，怕不得能捡个好几吨石头。捡了3个多小时，太阳也越来越毒。林浩跑回船上，又从冰箱里搬上来几箱啤酒，给大家解暑。到了中午，因为涨潮，浮出水面的地方变得很小，大家不得已收工，刚好也该吃午饭了。没多少了，估计明天还有一上午就可以收工了。弄了有多少了？林平看向林浩问道。刚刚林浩可是2艘船上的石头都看了一遍，怕有10吨了。阿浩，你要这么多干啥？对于阿友的提问，林浩只是笑笑，并没有回复。还能干啥？当然是卖钱了。不过这次的货太多，他可不想直接被人收了。一方面这么多肯定会扰乱市场，一时之间炒成白菜价就完蛋了；另一方面就这么卖了太亏。他的打算是，村里反正要开展旅游业，那么必要的特产和工艺品必不可少。这些东西拿回去，自己开一个小型的加工厂，请几个手艺精深的老师傅，把这些石头全部加工成工艺品，到时面对游客售卖，不仅利润可观，最主要的是不坑人，自己拿出来的就是真材实料，说不准还能吸引一些收藏爱好者主动过来淘宝呢。别人看到的是石头，自己看到的则是一个产业。嘿嘿。晚饭后自然就是值班的问题，上半夜由杜喜带着阿明，下半夜则是赖包和林老二2人，2艘船上的4个舵手今晚都没安排值夜，这是做好准备，明天要是能出航的话，大家就可以接着捕鱼了。奋斗号上保留1台发电机组开着吧，探照灯保留2盏。今晚自己不值夜，还是留点亮吧。林浩叮嘱了一句，照例睡在了船头，大家也极少有人睡在舱柜里，拖着旗子分散在甲板上的各处，只要不下雨，甲板比舱柜要舒服得多。哥，那个声呐上交有奖金吗？阿和离着有点距离，随口问道。应该有点吧，但也别想太多，况且咱捞这个又不是图那点奖金的。我知道。哥，那玩意投水里干什么的？用处大了，水底下有啥动静，他们都能探听得到，主要是为了探听潜艇的。行了，累一天，早点睡吧。阿和轻哦一声，便不再开口。没一会就传来了均匀的鼾声。林浩头枕自己的双手，看着星幕，思绪倒是飘远了，迷迷糊糊的，直到1个小时以后方才睡着。夜间他是被人给晃醒的，猛地坐起。包哥，怎么了？摇晃他的是正在值夜的赖包，他还以为有啥情况呢，却听赖包语带喜意的低声道：阿浩， GPS 的信号恢复了。钻入舵室，船上因为保留了1台发电机子，所以 GPS 等仪器都没有关闭。细看之下，他发现还真的不卡顿了，显示的也是自己现在所在水域的坐标。太好了，总算有信号了。他长舒一口气，对着站在旁边的赖包道：包哥，不用提醒他们，让他们接着休息，反正明天上午咱还不动的。等赖包出去后，林浩想了想，还是决定现在就给靳小公拨个电话。试了一下，果然卫星电话的信号也正常了。拨通好一会，听筒里才传来靳小公那睡意未消的声音：哪位？阿公，是我，有点事和你说。阿浩。愣了片刻，靳小公终于分辨出声音是谁了，接着又问道：这不是你的手机号啊？你在哪呢？咋这个点来电话？你听我说，我还在海上漂着呢，我们这次出海碰到了。林浩以极快的速度把事情描述了一遍。靳小公听完惊呼道：不仅打捞上来了声呐，还抓了一个活的。对，我跟你说，这一趟太惊险了，2艘战舰离我们也不远，我都怀疑他们的大炮都瞄准了我的船。阿公，你在听吗？在，你接着说。我就不直接给海警打电话了，你不是有亲戚在海警部门吗？帮我联系一下，我明天一早再给你电话，到时你确定一下，是现在海警派船来接应，还是等我们船回去交接？靳小公沉吟了一下，好像在记录着什么，好一会再度问及：阿浩，你们大概还要作业几天？2、3天吧。你也知道，出海一趟随便就是几万块的成本，这要是不多拖几网，连船工的工资都没钱发。靳小公苦笑，他虽说对林浩的产业不是100%的了解，但也知道这货的家底厚实着呢。行，那明天一早7点钟，我等你电话。挂了电话，林浩心情大好，起身伸了个懒腰，看了一眼时间，才3点多，回到船头接着补觉。而靳小公这边可就睡不着了，他拨通了自己四叔的电话。小公有什么情况？都是警务体系内的，自然明白。没有紧急的事，这大半夜的自然不会打电话。四叔，我朋友阿浩你知道吧？想不知道都难。
我参加市委会议时，还听领导表扬过呢。听说这次又提什么优秀党员、劳动模范啥的，你说也奇了。他一个不是体制内的，这些荣誉却一直往他身上堆。宝队他怎么了？他刚刚给我来了电话，这会正在海上。昨天他们碰到了危险的一幕，不过收获还不错，捞上来2个声呐，还从海里捞上来1个活口。听筒那边安静了片刻，再度开口时，声音已经变得格外严肃。可以确定是声呐？哪边的阿浩说了没？他怀疑是对面的，也有可能是老鹰那边的。至于那个人，阿浩说听口音是对面的，但他没敢审问，一句话也没问。阿浩是懂得保密的，现在怎么说？靳小公又将林浩所说的情况细说了一番，这才道：阿浩的意思是，他不可能立刻回来，问我们是咱派船去接，还是等他回来交接。不急，你等我消息。靳小公是清早5点左右得到的回应。我们相信林浩同志，你回复他2、3天，我们等了，让他将要靠港前，一定要及时通知我们。海上，林浩说7点，就准时7点给靳小公又拨了电话，得到对方的答复，林浩也不算很意外，毕竟也就2、3天时间，要是附近没有海警船，临时派船过来，来回也得2、3天时间。放下此事，大家接着上岛捡石头，差不多10点半左右，才将能捡的全部捡了个干净。2艘船再度启动，老猫通过喇叭兴奋地大喊了起来：兄弟们，接着捕鱼了，接下来网都爆。不等甲板上众人响应，喇叭里一段歌声就飘了出来。任时光匆匆流去，我只在乎你，心甘情愿。哥，中午庆祝一下吧。船只启动，大家莫名的都有些兴奋。其实这个兴奋点是因为什么，大家也搞不太清。林浩无语，怎么庆祝？想了想，他还是叮嘱阿晨道：中午多加1个菜吧。船上压根就没条件，马上就开始作业了，也不可能再喝酒。要是纯粹解暑解渴，啤酒就在冰箱里，林浩也没限制过。刚安排完，就听见喇叭里老猫提醒大家放网的声音。阿斯2兄弟赶忙跑到了船尾，林浩把手搭在额头，看向远处的协商号，发现这回对面好像也在放网。